有没有一部荧幕作品让第一次觉得剧情走进了现实？对我来说是《三国演义》。哥，保重啊！世人常说人性凉薄，可94版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这两位用一辈子证明真情可以越过人性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张飞抱头还眼燕汉虎须，但剧组里的人都知道，饰演张飞的李靖飞看着粗枝大叶，实则心细得很。休息的时候，别人都去打球消遣，他却系上围裙给大家伙包饺子做饭。诸葛亮的扮演者唐国强提起他就说厚道又用功，可戏里威风凛凛能征善战的张翼德，戏外却被病痛拖垮了自己的后半生。2012年，李靖飞突发脑溢血，万幸捡回一条命，可后遗症却让他彻底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，连说话都变得含糊不清。本以为扛过这一关就好了，没曾想2013年、2015年脑梗接连找上门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被确诊了肾衰竭，从此只能靠长期透析维持生命，每天都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除了这些痛苦，钱也是个大问题。李靖飞为人很低调，拍完《三国演义》后，他没有借着张飞的名气捞金，反而选择淡出娱乐圈，一门心思陪伴家人。可这份低调在病痛面前却成了致命的软肋。他没攒下多少积蓄，只有每个月几千块的退休金，这点钱连透析的费用都不够，更别说后续的康复治疗了。那时候他已经和妻子离婚，女儿远在国外，偌大的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卧病在床，孤苦伶仃。没人照顾，没钱治病，我真的不敢相信李靖飞老师当时过得有多绝望。李靖飞的困境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，直到2018年，饰演关羽的陆树铭从一个老同事嘴里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当时陆树铭已经60多岁，早就没什么戏可拍了，平日里除了偶尔参加一些老剧组的聚会，大多时候都在陪伴家人。可听到三弟重病缠身、孤苦无依的消息，他连犹豫都没有，当即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儿，连夜赶到了石家庄。推开李靖飞家门的那一刻，陆树铭的心都碎了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，那个当年在剧组里能给大家做饭、能和他打打闹闹的三弟，会变成这副模样。瘦骨嶙峋，言语不清，连坐都坐不起来。看到陆树铭，李靖飞浑浊的眼睛里才有了一丝光亮，想要说话却总是说不清。陆树铭当即就下定了决心，要照顾好三弟。话说的容易，可做起来有多难，只有陆树铭自己知道。治病最需要的就是钱，可他自己也没多少积蓄。为了给李靖飞凑钱，已经60多岁的陆树铭放下了所有身段，开始接各种网游广告，甚至拍一些被网友吐槽烂片的网络电影。一时间骂声铺天盖地，有人说他晚节不保，有人说他消费关羽的经典形象，靠着关二爷的名头捞金，把好好的老艺术家形象毁了。可陆树铭从来没有辩解过，他心里清楚，比起三弟的命，这些骂名，这些所谓的晚节根本不值一提。他不仅接广告、拍网剧，还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，又联系了94版《三国演义》的老剧组同事，一个个打电话募捐，前后算下来，好不容易筹到了近10万块钱。可光有钱还不够，李靖飞生活不能自理，必须有人照顾。陆树铭干脆把他接到了西安，安置在自己创办的老年公寓里，请了专业的护工、康复师和医生，24小时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和康复训练。那几年，陆树铭自己的身体也不好，母亲身患肺癌需要照料，他自己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经常去看李靖飞，陪他说话，鼓励他好好康复。可能有人会觉得他们只是合作过一部戏的同事，至于这么拼命吗？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当年拍《三国演义》的3年，早已让他们从同事变成了真正的兄弟。他们在片场一起吃苦，一起琢磨台词，一起分享喜怒哀乐，这份情谊早已超越了戏里戏外。在陆树铭的悉心照料下，李靖飞的身体慢慢有了好转，虽然还是不能下床走路，但精神好了很多，也能清晰地说几句话了。所有人都以为苦难终于要过去了，这对兄弟终于能安安稳稳地安度晚年。可命运怎么就这么残忍呢？他给了李靖飞一丝希望，又亲手把他撕碎。2022年11月1日，陆树铭突发心梗，猝然离世，享年66岁。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，炸懵了所有认识他的人。但是悲痛过后，所有人都开始担心李靖飞。大家都知道，陆树铭是李靖飞的精神支柱，是他活下去的希望。如果让他知道二哥走了，他肯定承受不住。于是，所有人都选择了隐瞒，把李靖飞的手机收了起来，不让他看电视，不让他接触任何新闻。护工和医生也都小心翼翼，生怕露出一点破绽。可陆树铭经常都会去看他，突然这么久没来，李靖飞怎么可能不察觉？他每天都在问二哥呢，他怎么不来了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所有人都只能支支吾吾，找各种借口搪塞。纸终究包不住火。
没过多久，李静飞还是从护工的闲聊中得知了陆树铭离世的消息。那一刻，这个被病痛折磨了10几年都没轻易流泪的汉子彻底崩溃了。他哭都哭不出来，只能发出压抑的呜咽声，眼神瞬间变得空洞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。他太绝望了，好不容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，支撑他的二哥却走了。绝望到极致的李静飞做出了极端的举动，在医生和护工的千防万防之下，他还是割开了自己的手腕。万幸的是，发现的及时，经过抢救捡回了一条命。可他的心已经死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不吃不喝不说话，任凭护工怎么劝都无动于衷，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床上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2022年11月24日，在陆树铭过世23天后，李静飞也停止了呼吸，追随他的二哥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就像戏里的关羽离世后，张飞紧随其后一样，戏外的他们也用这样一种令人心碎的方式续写了桃园结义的情谊。有人说陆树铭傻，为了一个老同事耗尽家财，身背污名，最后还累垮了自己。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傻，他只是把戏里关羽的忠义刻进了自己的心里。他饰演的关羽是荧幕上的经典，而他本人却是现实中的真豪杰。